佢哋咧就發明咗一個系統，會喺雪櫃後面行入嚟補貨。日本71其實有好多首創嘅商品，甚至乎喺90年代關鍵嘅時刻，拯救咗美國嘅元祖母公司，更加反收購對方做大佬。今集 Big Brand Theory， 我哋就帶大家行入日本嘅71睇下，佢究竟有咩咁巴閉呢？而家全球20個國家城市就有超過84000間71，日本就佔咗成1/4。佢喺8年之內就開咗超過1300間鋪頭，而家單單喺東京就有成超過2800間鋪。今年係71喺日本成立嘅50週年，第一間喺日本開設嘅71而家仲喺度㗎，仲日日開24小時添。佢究竟有咩成功嘅秘密呢？71喺1927年喺美國嘅德薩斯州起家，1974年就引入日本，開設咗第一間亞洲店。日本71由拎到特許經營權到而家，一路研發咗好多新嘅產品，由關東煮、薯仔丸子到漢堡，好努力咁建立一個又入屋又有驚喜嘅溫暖家庭形象。今日已經開到成超過2萬間分店。不過成功嘅背後，其實有一個有血有淚嘅熱血奮鬥故事，一切就要由呢班人講起。回帶返去1971年，喺百貨公司兼大型超級市場集團伊藤洋華堂負責店鋪開發嘅清水秀雄呢，就俾董事鈴木敏文調咗過去新開設嘅業務開發室。鈴木敏文就意識到日本超級市場呢個 market 好快會飽和，就決定同清水秀雄一齊親身飛去美國，睇下有咩可以參考。佢哋去休息站嘅時候呢，就發現咗一間大概1700尺嘅便利店71，冇減價之餘，生意又好好。嗰陣嘅日本超級市場就打緊減價戰，所以佢哋見到嘅時候就好震驚。查完之後發現，原來佢只係一間賣冰嘅鋪頭，應顧客嘅要求呢，先開始賣麵包、牛奶、雞蛋等等。戰後經濟爆發，就將營業時間改做朝早7點到夜晚11點，所以就改咗名叫做71啦。60年代仲開始咗24小時營業添，鋪頭就開喺市中心或者繁忙嘅地區。喺70年代已經發展到4200間鋪，個營業額比得上當時日本嘅百貨公司同埋超級市場，令到佢哋下定決心要拎到美國71嘅經營秘方。不過當時日本嘅鋪頭趨勢係越大越好，好似1969年開業嘅 Pakko 池袋店，你睇下幾大，所以要說服伊藤洋華堂嘅高層並唔係咁容易㗎。佢哋冇經公司同意就飛咗過去美國度 present， 但係失敗咗。去到1972年，美國派代表嚟日本視察，1973年11月先終於簽約。但係要俾翻美國嘅特許經營權費用係營業額嘅0.6%，仲要8年之內就要開到1200間鋪，都幾嚴苛下㗎。而伊藤洋華堂就淨係願意出資一半嘅啫，鈴木敏文同清水秀雄就唯有自己出埋另外一半，先成立到間新嘅公司 York 7，簡直係將自己嘅人生投注咗落去啊！佢哋兩個連同15個員工一齊去咗美國度研修，點知淨係學識咗用收銀機啫，冇咩經營秘方。嗰陣正值石油危機，開鋪就變得更加困難啦。而喺呢個時候，嚟自東京豐洲嘅山本憲司就好似救星一樣咁出現。佢屋企就經營一間近600尺嘅煙酒專賣店。1969年因為爸爸過身，要休學繼承家業，家族小店嘅盈利就好少嘅。佢睇新聞知道咗伊藤洋華堂同美國便利店合作嘅新聞之後，就膽粗粗咁試下申請加盟開店啦。間鋪頭得600尺，又冇停車嘅空間，唯有搏一搏啦。我身後面呢間呢，就係日本第一間七仔，就係東京嘅豐洲嘅。咁佢就喺1974年開業啦，1年之後呢，就變咗做24小時營業噶啦。唔知啲街坊有記唔記得呢？70年代のここら辺の店って大体家族経営でしょ。そう、ほとんどね。だから名前がみんな書いてあるんだけどね。その際の店って大體何時まで開いていますか？夜8時9時ぐらいまでやってたよね。71嘅出現可以話係破天荒嘅改變，不過當時要變呢都唔係咁容易㗎。
鋪頭仲係酒鋪嘅時候，大概有600款商品。做便利店要有近2000款商品，點擺啊？要解決擺貨嘅問題之餘，仲要處理隨時有凍飲賣嘅呢個問題。呢個平時無啦啦會有隻手伸出嚟嘅雪櫃，原來就係日本71開發出嚟㗎。咁當時咧，美國 scale 嘅雪櫃咧就擺唔到入七仔嘅，咁但係佢哋又想客人幾時都飲到嘢飲啦，咁所以就要補貨補密啲啦。咁佢哋咧就發明咗一個系統，佢哋咧會喺雪櫃後面行入嚟補貨，咁就可以補得密啲啦，又唔會騷擾到客人啊。有時大家會見到有隻手伸出嚟。喺1974年嘅5月15號，日本第一間71喺朝早6點半未夠就開咗鋪啦。第一位客人就買咗擺喺收銀機隔離嘅太陽眼鏡，嗰陣嘅太陽眼鏡喺美國七仔好賣得㗎。根據山本憲司喺自傳入面度寫，開頭嘅71主要就係出售超級市場嘅暢銷貨同美國便利店嘅速食，開到咁夜就係為咗方便啦。例如即食麵唔會賣袋裝，會賣杯裝，方便即刻食。講到方便呢，去東京玩嘅你一定試過冇時間坐定定咁食飯，去便利店快快脆脆買個飯團醫肚，是常識吧。セブンに行くと一番買う食品は何ですか？おにぎり。おにぎりとかですかね。おにぎりとか。今年日本針對便利商店飯團做咗個調查，訪問咗200位男女，有近70%人表示最中意七仔嘅出品。飯團原先係屋企嘅家常料理，而家變到咁容易買得到，都係因為71將佢商品化。佢哋內部其實都有人反對㗎，覺得點樣都唔會比得上媽媽牌嘅料理。上市之後呢，銷情的確唔係太好，一日淨係賣到2-3件，賣得唔好就唯有再努力啲啦。佢哋喺1978年研發咗個新嘅食法，用薄薄地嘅一層膠膜將飯同紫菜完美咁分開。去到1986年仲開發咗呢款切帶式嘅包裝，近年仲揾嚟京都知名嘅老牌米鋪8代目兒兵衛監修。佢係有2嚿三文魚喺入邊，同埋啲飯咧都幾彈牙嘅。日本嘅七仔就係將飯團推上速食之路嘅幕後主腦。insert 一個小 fun fact 就係咧喺飯團入面加蛋黃醬咧都係七仔首創嘅。傳聞咧係當時一個同七仔合作嘅食物製造生產商嘅負責人咧，見到自己個仔將啲蛋黃醬放喺個飯上面食，咁所以咧就萌生咗呢個念頭啦。佢仲不停咁試新嘅口味，例如未來肉。佢就係用咗豆嘅成分咧去扮吞拿魚嘅口感啦，咁呢個飯團就會用少咗啲肉啦。過去10年，日本71賣得最好嘅就係嘢食，而當時日本七仔有樣秘密武器，就係凍冰冰嘅罐裝啤酒。嗰陣好多後生仔去完公共浴場都會順便買罐透心涼嘅啤酒，就係咁，佢喺日本紅咗。佢而家單單喺東京就有成2891間鋪，71一步一步咁進軍全世界。急速になお定着するとはちょっと思わなかった。咁豐洲咧喺30-4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工業區嚟嘅。咁但係隨住74年嘅時候開咗呢間七仔啦，88年嘅時候開咗地鐵咧，呢一度已經慢慢咁樣變咗樣噶啦。而家有埋豐洲市場，又有 teamLab， 變得越嚟越有人氣。不過變還變，50年後嘅今日，山本憲司仲係豐洲71嘅店長嚟㗎。由於71嘅成功，開始有其他鋪頭喺深夜營業，例如1989年創立嘅 Donkey。為咗令大家生活更方便呢，日本71喺1987年仲開始幫忙收埋水電費添。喺1991年，美國71嘅母公司面臨破產，而日本呢邊嘅七仔就出手反收購，可以話係便利店嘅傳奇啊！最近美國71仲將日本嘅食物上架，上演咗一場完美嘅反攻。其實我哋喺香港都食到日本71嘅食物，咖啡都有得飲嘅，但硬係好似有啲唔同。究竟日本七仔嘅咖啡有冇啲咩特別呢？喺2011年嘅1月，Lawson 就首先推出咗自己嘅咖啡，到12年嘅9月 ，Family Mart 就相繼加入咗個戰爭，但71就喺2013年嘅1月先推出自家嘅咖啡產品。雖然就慢人半拍，但一出手佢就用最低價100 yen 嚟迎戰。
而家一杯齋啡淨係需要120 yen， 奶啡就240 yen 左右。計個時先，哇，搞掂！當其他競爭對手都見勢調低個價格，七仔就即刻將咖啡豆升級，令大家用最相宜嘅價錢就飲到一杯高質嘅咖啡。咁嘅玩法，其他便利店根本追唔到。周刊女性早年就揾嚟咖啡師嚴格評選呢3間便利店嘅咖啡，結果齋啡第1名就係71啦。至於杯拿鐵呢，就見仁見智啦。咁多年嚟，日本71無論係店鋪嘅數量定係業績，都遠遠拋離其他日本便利店。細細一間便利店，一直都努力試緊新嘢。呢杯 smoothie 就係日本71舊年推出嘅新產品，依家人氣爆晒燈啊！終於俾我揾到，仲要得翻唯一一杯咋。有蔬菜味、士多啤梨味，仲有呢款期間限定嘅蜜瓜味。搞掂，甜咯！呢杯好甜，可能係啲蜜瓜好甜啩。最近呢，佢仲推出埋配送服務7 Now， 坐定定喺屋企就可以食到熱辣辣嘅 pizza， 好似都幾正。唔知下次嚟日本71又有咩搞作呢？